疯了，疯了，真是疯了！一块废铁居然花20万颗仙武石，这位少爷公子，你还是年轻啊，那就是废铁，你买回去也没用的。一时之间，拍卖场内沸腾了，许多人都觉得楚风是上单了，可是楚风却不以为然。楚风公子，莫非你看出了那手镯有何不同之处？就在此刻，楚若诗忽然问道。并没有。楚风摇了摇头，那我有些不解，既然没有特殊之处，为何要花这样的价钱买它呢？楚若诗问道。来拍卖场本来就是玩嘛。楚风笑着说道。楚风公子还真是阔气，居然用这么多钱来玩。楚若诗淡淡的笑道。其实他是不能理解楚风的做法的。我先前原赌石赢了一些仙武石，所以就算拍下五品，也不是自己的钱，所以花着也不心疼。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金石伯差点没气的一口血喷出来。好家伙，你不心疼？闹了半天是因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可那是老子的钱啊！楚风公子还会赌石，不知赢了多少？楚若诗好奇的问道。1000万颗仙武石。楚风说道。此话一出，楚若诗微微一愣，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此刻，楚氏天族的其他小辈则向楚风投来了鄙视的目光。楚风甚至听到窃窃私语，有人在说楚风吹牛皮不打草稿。眼下楚若诗说不出话，想必也是觉得楚风是在吹牛。这是真的，老夫可以作证。就在此刻，新一长老却是开口，我也可以作证。夏雨儿也是说道。这两位一出口，楚若诗的目光都变了，就连傲娇的楚灵溪也是看向了楚风，清澈的目光中充斥着难以置信。1000万颗仙武石，哪怕他们是楚氏天族的少爷小姐，可对他们来说，那也是极大的数目啊。而这样的数目，居然是靠赌石赢来的，赢得何人的？楚若诗问道。楚风并未回答，而是面带微笑，看向了金石伯，原来是赢得金石公子的。楚若诗何其聪明，一眼就明白了，金石公子好是阔气，赌石竟然肯输掉1000万颗仙武石，莫非金石上界其实不是盛产金石的，而是产仙武石的吗？此刻有不少楚氏天族的小辈以讽刺的语气说道。而这一刻，金石伯尽管很是不爽，却也只能尴尬的笑着，随后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而就在他们闲聊期间，第二件拍卖品已经拍卖了出去，那是一件普通的仙兵，最终以12000颗的仙武石成交。所以眼下已经到了第3件拍卖品，下面这件宝贝在修武方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若是送给心仪的女子，一定会得到她的放心。鬼愁老人说话间，那第3个托盘上的红布已然飞起，盘中之物已然浮现。这是什么花啊？好美！果不其然，当那盘中之物出现之后，拍卖场内顿时响起了年轻女子的惊呼声，甚至就连楚若诗和夏雨儿以及楚灵溪这3大美女也是目光一动。究竟是女子对花这种东西，她们总是喜爱的，更何况这花的确是有些不同。那盘中有着3朵花，这3朵花枝叶宛如水晶一般，流转着奇异的光华，而花蕊之上更是盘旋着一道气体，那气体竟是七彩之色，宛如一道彩虹，架在了花蕊之上，大千上溅，奇花异草无数。可是如这样的却是根本没有，并且这绝对不是结界之术打造而成，而是天生的奇花异草。正因如此，才连楚灵溪、楚若诗、夏雨儿这种不染凡尘的女子都为之心动了。若诗姐姐，你见多识广，这样的花你见过吗？夏雨儿问道。这样的花的确少见，楚若诗说道。太美了，夏雨儿说道。美是美，只是3朵没有用处的花，竟然就要3万颗仙武石，太不划算。楚若诗说道。看得出来，楚若诗也很喜欢这花，只是她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哪怕她出得起3万颗仙武石，甚至对她来说不算什么，可她也不会用这3万颗仙武石来买没用的东西。见楚若诗这样一说，夏雨儿和楚灵溪似乎也放弃了买的打算。见此一幕，楚风倒是心中一动，将手摸向了乾坤袋，因为这奇异的花朵其实是楚风从剑道尊者墓中所得，他也不知道这花有什么用，只是看着稀奇，于是拿出3朵放在这里拍卖，看看会不会有人买。3万的低价也是他要的，可是实际上他从剑道尊者墓内所得到的绝对不止这3朵，而是得到了上千朵。那么多这种奇异的花，对于楚风来说也没用，既然这3位女子喜欢，干脆就送给他们，就当做礼物了。3位姑娘喜欢，我送你们便是。可就在这时，金石伯却是忽然开口，随后他立即开口：3万颗仙武石，我买了。这东西真的有人买啊！看来今天的阔公子来了不少，莫非是楚氏天族的公子？金石伯此话一出，下方的人群顿时又炸开了锅。尽管他们也看出这花少见，可是花3万颗仙武石来买3朵花，他们还是无法理解。美人喜欢，莫说3万，就算100万也是值得。就在此刻，金石伯大声说道：好，少侠好气魄！他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了下方众人的追捧。而听得众人的追捧，金石伯顿时一脸的得意，还特意看了夏雨儿3人一眼。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10万颗仙武石。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金石伯顿时一脸怒容的看向楚风，心想这是要与我抢妹子啊！可是唯有楚风知道，他其实是想故意抬高价格，坑着金石伯一次。毕竟不管卖掉多少钱，都是自己的。怒容过后，金石伯的眼中竟然涌现出一抹战意，随后他便你高喊一声：20万颗仙武石！话罢，他还挑衅的看了楚风一眼，那种目光就像是在说他赢定了一般。看来他是真的把楚风当成了情敌，觉得楚风是要和他抢那花，从而送给夏雨儿3人。然而他却不知道，楚风根本就没有买那花的意思，根本不想做他的情敌。楚风的意图很简单，就是想坑着金石伯而已。所以在金石伯报价之后，楚风毫不犹豫便脱口而出：30万颗仙武石，40万颗仙武石。金石伯不甘示弱，紧接着又是高喊一声：50万颗仙武石，60万颗仙武石，70万颗仙武石，80万颗仙武石，
90万颗仙50。当楚风把价格报到90万颗仙50后，全场的人都坐不住了，这是在干什么啊？不把仙50当钱花吗？90万颗仙50，那可是90件普通仙兵啊！用90件仙兵换这3朵毛友都没用，只能用来欣赏的花朵，这是脑袋被驴踢了吗？楚风这么做自然不是愚蠢，他只是想抬高价格而已。只是此刻金世伯却也没有了之前的斗志和从容，已经90万颗仙50了，他若继续出价，怕是楚风还会继续跟，并且看楚风那一脸轻松势在必得的样子，他也是慌了，因为他不知道继续这样和楚风叫板，最终会叫到什么价格。哪怕最终他买到了这3朵花，他也是要损失惨重啊！楚风，你干嘛呢？通常不都是女子喜欢花花草草这些东西，你一个大男的花这种冤大头的价格买它做什么呀？就连楚灵溪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对楚风问道：美的事物谁不喜欢欣赏？当然，我买它并非是我要收藏，而是想送给灵溪姑娘、若诗姑娘、河夏姑娘罢了。楚风说道：那你还真是大方。楚灵溪嫣然一笑，虽然他这话有些挖苦，可是笑的却也是非常的甜美，看得出来楚风的这番话倒是成功的取得了他的欢心。见此一幕，那金世伯顿时脸都气绿了，不管3721，开口便大喊一声：200万颗仙50，200万颗仙50！金世伯此话一出，在场之人都是倍感吃惊，就连鬼愁老人也是一脸色的惊讶，问道：这位公子，当真要用200万颗仙50的价格来买？无需废话，本皇子说200万颗便是200万颗。金世伯拍着胸脯说道：那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鬼愁老人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金世伯则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楚风，其实他也有些害怕了，害怕楚风还继续跟价，要知道对他来说200万已是极大的负担，再高的价格他怕是也不会出了，毕竟只为了博得美女一笑，这个价格也实在太大了一些。可是楚风却并未继续叫价，先前楚风把价格叫到90万颗仙50的时候，这金世伯都犹豫了，若不是楚灵溪那嫣然一笑，怕是这金世伯会不会继续出价都是两说。这种情况下，楚风自然不会再交价，200块万颗仙50，这已经超出了楚风的预料，毕竟那只是3朵，什么用处都没有的鲜花啊。好，既然没人出价，那这3朵奇异之花就由那位公子拍下了。鬼愁老人说道。虽然他没有说出金世伯的名字，但是他显然也是知道是金世伯拍下来的，成功拍下了这3朵奇异花朵。金世伯顿时一脸得意，他先是挑衅地看了一眼楚风，那目光就好像在说比我陡，你终究太嫩。随后便分别看向楚灵溪、楚若诗、夏雨儿3人，说道：灵溪姑娘、夏姑娘、若诗姑娘，再下一点小小心意，等一下那奇异之花可务必要收下，3个人才1人1朵，有什么意思？要是能给我10朵还差不多。楚灵溪说道。灵溪姑娘，这不怪我呀，是那拍卖的奇异之花只有3朵而已，若是足够的话，别说30朵，他卖多少朵我就拍下多少朵。话到此处，金世伯再度鄙视地看了楚风一眼，说道：我金世伯可不像某些人那么小气，都说了要送3位姑娘，结果一看价格高了，就连个屁都不敢放了，真是没诚意。我楚风说送就一定送。楚风说道。真是笑话，你拿什么送？金世伯讽刺地说道。对于此话，楚风并未回答，而是淡淡一笑。随后只见楚风手掌自乾坤袋划过，顿时30朵奇异之花自乾坤袋内漂浮而出，那是奇异之花。看到那30朵奇异之花在楚风身前飘动，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楚风。而这一刻，金世伯则傻眼了，他显然想不通，楚风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异之花送给3位姑娘。楚风说话间，手臂一摆，那奇异之花便10朵为一组，分别飘向了楚若诗、楚灵溪、夏雨儿3人。这么多奇异之花，楚风你是从何而得？楚灵溪无比好奇地问道。相比于楚风的赠送，他显然更为好奇楚风是从何得到的这些奇异之花。事实上，此刻在场的许多人都很好奇，就连新义长老等长辈也是较有兴致地看着楚风，等待着楚风说出答案。这奇异之花是我从一处遗迹所得，实不相瞒，那台上拍卖的3朵也是我的。楚风说道。也是你的？那是你的，你还出价竞拍？楚灵溪眨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用那一副天真无邪的目光看着楚风。我放上那3朵花，就是想看看会不会有人买，没想到真的有人愿意买，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冤大头，我自然要把握住机会。楚风话到此处，看向了金世伯，就好像在特意提醒金世伯，我说的冤大头就是你。此刻金世伯脸色铁青，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直到此刻，他才知道他是被楚风坑了，在赌石场输给了楚风1000万颗仙50，又赔掉了1000万颗仙5后，到了这里，他竟然又被楚风坑去了200万颗仙50。对了，金石皇子，你先前不是说要是还有你还会买吗？我这里刚好还有。楚风说话间，又取出30朵奇异之花，对金世伯说道：不用200万颗仙50，我20万颗仙50，30朵奇异之花就都给你。听得此话，金世伯的脸色简直扭曲的吓人，那个样子就跟要吃人一样。可是下一刻，金世伯忽然面容一变，随后只见其嘴巴一张，噗的一声，一大口鲜血便吐了出来。他竟被楚风气到吐血，不过也不能怪他，换作是谁被楚风这样坑都难以承受。楚风，算你狠，咱们走着瞧。金世伯擦拭掉嘴角的血液之后，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随后大袖一挥，便转身离去。他竟被楚风硬生生地给气走了。不过他不走也不行，当着3大美女的面前被楚风这般戏耍，甚至还被气得吐血了，实在太过丢人。他也是实在没脸继续留在这里了。金世伯离开后，楚氏天族的那些小辈看向楚风的目光或多或少都涌现出了一些变化。
其实楚风的大名他们都听说过，可是出自于楚氏天族的优越感，他们并没有太把楚风放在眼中。可是当楚风把金师伯给活气走之后，他们对楚风的看法却有了一些改变。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识到这个叫做楚风的家伙是一个怎样的人。不管怎么说，金师伯可是金石王族的皇子，他们身为楚氏天族的族人，可以不把金师伯放在眼中。可是楚风凭什么？之前尽管已经听说过关于楚风的传闻，可是正所谓闻名不如一见，当真正的见识了这楚风的无法无天后，他们也是做不到不对其刮目相看。可就在这时，那位跟随金师伯离去的太上长老竟然又回来了，并且这一次这位太上长老的身旁还跟着一个人。当那位出现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这是一名中年男子，并且乃是金石王族的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位的气息，这位的气息太过浑厚。当他出场之后，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压制了下去，哪怕如星一长老这种5仙级别的存在，在他的面前也是显得弱小不堪。尊者，这名男子乃是一名尊者境的存在。族长大人，这个便是楚风，金石王族的那位太上长老指着楚风说道。他这一开口，不用旁人说，人们也是知道了这位中年男子的身份，他竟是金石王族的族长，也就是说他多半就是金石上界最强者，难怪会有如此实力。当这位金石王族的族长出现之后，就连向来傲慢的楚氏天族小辈也是目露敬畏之色，不因别的，只因对方是尊者境。不过此刻金石王族族长的目光却只放在楚风的身上，他看着楚风，眼中没有一丝怒意，就那样很是平静地注视着楚风。楚风同样也看着他，眼中没有一丝慌乱。有胆识，单凭是你这份胆识，我儿栽在你手中不冤。忽然金石王族族长开口了，过奖了。楚风淡淡的笑道，可是小兄弟，这个世界上单单有胆识是不行的，你做事不可不留余地，否则你是会后悔的。金石王族族长对楚风说道，我楚风做事向来无愧于心，只要我觉得是对的，后果如何我不在意。楚风说道，好，我欣赏你。金石王族族长说完此话便不再多言，而是站到了前方，开始观察下方的拍卖场。至于楚风，也是再度将其目光投向了下方的拍卖场。楚风小友，我们还是先走吧。可就在这时，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中，是星一长老。前辈怎么了？楚风问道。真是想不到这金石王族的族长也来了。这金石王族族长向来护短，你别看他现在心平气和，可是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金石伯输给你的仙50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星一长老说道。听他的语气，楚风能够感受到星一长老是真的担心楚风，这也正常。星一长老来此是受楚风之托来保护楚风的，可是面对金石王族族长这种级别的存在，星一长老也是无能为力啊。前辈，咱们之前的约定取消吧。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这是？星一长老目露惊讶，我惹下的祸端似乎是有一点大了，我不想牵连你和夏姑娘。楚风说道。其实楚风也是能够隐隐间感受到这金石王族的族长来者不善，楚风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他是真的不想牵连星一长老和夏雨儿。楚风小友，你这样说就是瞧不起老夫了，老夫许下的承诺必然是要兑现的，我劝你走只是不想你有事，可你执意留下，老夫也会陪着你。莫说是他，就算楚氏天族族长要伤你，老夫也不会坐视不理。星一长老说道。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竟然有着丝丝怒意，他是在责怪楚风，责怪楚风不该这个时候让他退出。前辈抱歉，是晚辈只是不想牵连你们，别无他意。楚风也知道自己的话伤到了星一长老的尊严，于是赶忙道歉。楚风小友，不必道歉，你是走是留，老夫随你。记住，不管想要对付你的人是5仙亦或是尊者，老夫都会护你。星一长老说完此话便转过身去，不再与楚风暗中交谈。尽管星一长老这番话是以愤怒的语气说的，可是楚风不仅没有一丝责怪之意，相反很是感动。危难时刻唯一与承诺而坚守在其身旁者实在难得，但是楚风并没有走，这种时候走或不走都已无用。以金石王族族长这种级别的高手，若是要对付楚风，楚风根本就逃不掉了。但是楚风意识到他现在至少还没有对付楚风的意思，可能他是想竞拍宝物，也可能是忌惮一些什么，总之至少现在他还不准备对付楚风，所以相对来说楚风选择留在这里也许尚且是安全的，可若现在离开可能就真的危险了。更何况楚风还有那东西想要竞拍，自然不可能就这样离去。但是楚风就算留下，也不能就这样毫无防备地站在此处。于是楚风默默地将邪神剑取出，紧紧地握在了手中。楚风的这个动作很轻，旁人都没注意到，可是却又一个人注意到了，那便是金石王族的那位太上长老。看得出来他一直在注视着楚风的一举一动，所以当楚风拿出邪神剑后，他立刻看向了楚风。只是当他看到楚风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把半成地冰后，他的嘴角却掀起了一抹嘲讽的弧度。嘲讽的笑容使得楚风心中掀起了一抹不悦。的确，那是一位5仙强者，并且已然接近5仙巅峰，他具备嘲讽楚风的实力，可这不是他嘲讽楚风的理由。楚风暗自将邪神剑握得更紧，心中下了决心，今日这金石王族若不招惹自己便也罢了，若要招惹自己，楚风会让他们知道他这样一个小辈以及他手中这件半成地冰究竟是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般好惹。这拍卖大会仍在继续，没过多久，楚风交给鬼宗殿的拍卖品基本上都卖出了不错的价格。至于楚风从韩愈身上夺下的秘籍剑中之王，更是作为3大压轴物品进行拍卖，最终的价格更是拍卖出了500万颗仙50，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楚风的预期。毕竟不管再如何，那也只是一个秘籍而已，
而第二个压轴物品便是灵兽秘宝图。灵兽秘宝图一经亮相，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争抢。原本起拍价只有100万颗仙50的灵兽秘宝图，只是几轮叫价下来，就增长到了300万仙50的价格。楚风迟迟没有开口，他在等待旁人能出的价格都到达极限后，他再叫价，不然现在叫价其实意义不大。1000万颗仙50，可忽然间，那位金石王族的族长却是忽然开口了。他这一开口，整个拍卖场内顿时鸦雀无声，无论是下方拍卖场的众人，还是在这拍卖场顶端的人，都是下意识的将目光投射到了一个方向，那便是金石王族族长所在的方向。这个家伙果然是冲着灵兽秘宝图来的。楚风早就猜测，金石王族来此应该是为了灵兽秘宝图而来，甚至楚风觉得，原本这金石王族族长是不想出面的，他是想让他的小儿子金石伯带他拍卖。那金石伯输给楚风的仙50，应该就是准备用来拍卖这灵兽秘宝图的。否则，在金石伯向那位太上长老要乾坤袋的时候，那位太上长老也不会那么犹豫了。只是金石伯太过愚蠢，居然输给了楚风那么多仙50。想必也正因如此，这金石王族的族长才会亲自出场。眼下，当金石王族族长叫价之后，拍卖场先是寂静一片，随后人们便开始议论纷纷。尽管灵兽秘宝图的确是难得的宝物，可是1000万颗仙50却超出了许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1100万颗仙50，就在此刻，楚风开口了。楚风这一开口，这拍卖场顶端的人都看向了楚风，包括那位金石王族的太上长老。可是唯有金石王族的族长没有理会楚风，他很是平静从容开口：1500万颗仙50，1600万颗仙50。楚风说道：2000万颗仙50。金石王族的族长说道：2100万颗仙50。楚风说道。此刻，金石王族族长终于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小友看来是铁了心，非要与我金石王族作对了。这一次，他的目光中涌现出了威胁之意。可是楚风却同样面色不改，从容说道：公平竞拍，何来作对之说？很好，那我倒是要看看你区区一个小辈能否竞拍得过我。金石王族族长此话说完，便再度叫价：3000万颗仙50。这一次，他这一开口，人们顿时大惊：3000万颗仙50，1000万颗仙50，对于许多人来说已是难以承受的价格。现在竟然有人叫价3000万颗仙50，莫非是疯了不成？这灵兽秘宝图真的价值3000万颗仙50，3100万颗仙50。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继续叫价：3500万颗仙50。金石王族族长说道。这一刻，莫说拍卖场下方的人，就连这拍卖场顶端的人目光都变了，甚至就连金石王族的那位太上长老看向自家族长的目光也都变了。3500万颗仙50，这灵兽秘宝图的价值根本就不止这么多。可是那位太上长老却并没有说什么，他很清楚，他家族长已经不仅仅是要拍下这灵兽秘宝图这么简单，他是在争一口气。4000万颗仙50。就在这时，楚风再度开口：4000万颗仙50是楚风目前所能拿出的极限。若是这金石王族族长继续出价，楚风也是只能认栽。楚风固然想要这灵兽秘宝图，可是楚风却也是有分寸的，4000颗仙50便是楚风所能承受的，超过这个价格，楚风也只能选择放弃。可就在这时，那金石王族族长却是冷哼一声，随后转过身来，便直接向出口行去。只是当他从楚风身边路过的时候，楚风却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两种目光：滔天的怒火以及汹涌的杀意。如果说先前楚风还不能确定这金石王族族长是否想要对付自己的话，那么现在楚风可以确定了，不管今日这金石王族族长会不会动手，但是他迟早会对付自己。很是抱歉，让你白跑了一趟。就在金石王族族长走到出口的时候，楚风忽然说道：反正对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自己，楚风又何必忌惮与他对自己的态度？能嘲讽对方一番，自然便要嘲讽一番。可是听到楚风的话后，金石王族的族长不仅忽然停住了步伐，在他的嘴角还掀起了一抹冷笑：你以为我来此处的目的是灵兽秘宝图？你错了，本王此次绝对不会白跑一趟。话罢，金石王族族长嘴角的弧度竟然上翘得更为诡异，随后他便与那位太上长老离开了此处。楚风那家伙的笑容不对，女王大人说道，眼中有着些许担忧，因为他从金石王族族长那诡异的笑容中看到了非常危险的讯号。而此刻，楚风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心中暗道，他的意思是，他来此处根本就不是冲着灵兽秘宝图来的，莫非是冲着我来的？他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来的。此刻，楚风惊醒，惊讶过后，楚风反而更加轻松了。倘若这金石王族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自己来，是来对付自己的，那么今日楚风招惹于他们，反而是做对了。只是楚风也想不通，他与金石王族在此之前并没有什么过节，他们为何要对付自己？莫非是有人请他们来的？可是是谁？是谁竟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将金石王族的族长请过来？4000万颗仙50，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价格吗？楚风思索之际，拍卖台上鬼愁老人再度开口，他是在确认拍卖结果。而他此话一出，拍卖场内众人议论纷纷，怎么可能还有更高的价格？这灵兽秘宝图就算是难得的秘宝，可是1000万颗仙50已经是封顶的天价，4000万颗仙50不值啊！5000万颗仙50。可就在这时，忽然一道竞价的声音响起。这道声音响起之后，众人皆是大吃一惊，竟然还真的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啊！5000万颗仙50，这真的是疯了啊！就算竞价也不带这么竞价的呀，多出10万甚至100万都好啊，直接多出了1000万，这不是疯了，
这是什么？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一处，包括拍卖场顶端的楚风等人也是向下观望。眼下，无数道目光同时汇聚到一道身影之上，只不过那位身穿一件灰色长袍，那长袍将他遮盖得严严实实，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自然而然的也就没人知道他是谁。谁啊？竟然出这么高的价格！此刻，莫说拍卖场下方，就连拍卖场顶端，这些天才小辈们也都是议论纷纷。能够出得起5000万颗仙武石的人，绝对不是小角色。楚风还要继续竞拍吗？女王大人问道。算了，4000万颗仙武石是我的底线，超过这个底线，便是我不能承受的范围。楚风说道。虽然他的确很想要那灵兽秘宝图，可是凡事都有值或不值得。楚风觉得这灵兽秘宝图只值4000万颗仙武石，便是只值4000万颗仙武石，5000万颗仙武石他绝对不会出，哪怕他出得起，也不会出5000万颗仙武石。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鬼愁老人继续问道。此刻他那一张老脸会上有着难以掩饰的笑容，甚至他激动的竟然都止不住的冒汗。身为拍卖师，站在这拍卖台上那么多年，他还从来没像今日这般不淡定过。这也不能怪他，实在是今日这拍卖大会着实太过异常了一些。那竞拍价格竟然远超预料，因为唯有他们知道，这灵兽秘宝图其实已经被他们收购，并且是用700颗仙武石的价格收购的，所以他们此次绝对是赚大了。有人出5000万颗仙武石，还有人出更高的价格吗？鬼愁老人再度问道。最终没有人再出价，这灵兽秘宝图以5000万颗仙武石的价格被拍那身穿灰袍的神秘人所拍下。看鬼愁老人那高兴的样子，简直笑得不拢嘴了。可怜那身穿灰袍的家伙是谁，他们都不知道，万一是胡乱拍下的，看他们怎么办。有处世天族的小辈讽刺地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相信真的有人会出5000万颗仙武石拍下那灵兽秘宝图，所以觉得是有人在捣乱罢了。鬼宗殿拍卖场开了这么多年，有着应对各种情况的经验，不信你看。新一长老指着下方说道。这一看，原来鬼宗殿已经排出了长老，来到了那位灰袍人的身旁，想必就是害怕这个灰袍人离开，或者没有足够的仙武石，想要先将他控制住。哼，控制住又如何？没有仙武石，他们最多杀了这个人，可是他们损失可就大了。处世天族那位小辈说道。若是有人胡乱拍下物品，那个人不仅会受到严惩，而被其拍下的物品则会拍顺延到之前拍下物品之人，当然这也是要协商的。若是之前拍下物品的人不愿意要了，鬼宗殿也就只能承受损失。此刻楚若诗说道。原来是这样，若诗姐你懂得可真多，真是让我长了见识。楚若诗此话说完，那位处世天族小辈顿时一脸的受益匪浅，很是感激的笑了起来，那种笑容简直就像是把拍马屁这3个字写在了脸上。可是那个小辈连新一长老这种人物都敢顶撞，却对楚若诗这般毕恭毕敬，倒也是可以看出楚若诗在处世天族的地位很不简单。灵兽秘宝图被人拍走，楚风对于剩下的那件仙兵也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与楚若诗、楚灵溪等人告别后，便直接离开了。见楚风离去，夏雨儿和新一长老竟然也跟着一同离去。宋兄，怎么我看下姑娘和新一长老不像是你星陨圣地的人，更像是那楚风的跟班？楚风3人离去后，一个男子来到宋云飞身旁，悄声说道。再敢胡言乱语，我割了你的舌头。听得此话，宋云飞一脸不悦，而那名男子也是赶忙低下头，不再言语。尽管他也是身份超然之辈，可是对于宋云飞，他还是忌惮3分的。尽管宋云飞很不喜欢那男子所说之话，可是他还是看向了楚风3人离去的方向，眼中寒芒毕露，双拳更是暗暗握紧。楚风，你必须死！宋云飞暗自说道。楚风3人直接来到了鬼宗殿，负责拍卖物品交易的地方。尽管拍卖大会还未结束，可是楚风却也可以提前取走自己拍下的物品。但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这一次他又被请入了大殿之内，并且接待他的仍然是鬼宗殿的最强者，鬼宗殿的殿主。此刻鬼宗殿殿主坐在座椅之上，手中端着茶杯，正在饮茶。别看他长得吓人，可是这个动作倒是儒雅。他看到楚风便立刻放下茶杯，说道。楚风小友，你惹大祸了，怕是今日你无法安然的离开我鬼宗殿了。前辈所指可是那金石王族？楚风问道。正是，虽然不知为何，但他们似乎是为你而来。不过楚风小友倒也不要担心，只要你留在鬼宗殿，他们定然不敢对你出手。说这话的时候，鬼宗殿殿主很是自信。楚风猜测鬼宗殿殿主应该是9品武仙，尽管他是武仙巅峰，可是终究还是武仙。可是那金石王族的族长却是高高在上的尊者境。楚风隐隐间意识到，鬼宗殿殿主的身后定然是有所依仗的，那个依仗强大到连身为尊者境的金石王族族长也不敢擅自在鬼宗殿内对楚风出手。没错，金石王族族长之前没有直接在拍卖场对楚风出手，忌惮的正是鬼宗殿。前辈好意，晚辈心领了。只是他若真的要对付我，怕也没那么容易。楚风说这话的时候同样很是自信，看来楚风小友要么是有脱困的把握，要么是你从始至终都没有将他放在眼中，难怪你敢那么肆无忌惮的收拾金石王族的小皇子。鬼宗殿殿主忽然笑了，看得出来他尽管一直待在此处，但是楚风所经历的事情他其实都已知晓。不过楚风他也的确说对了，楚风虽然并没不把金石王族放在眼中，但是楚风的确有着脱困的把握。楚风的至尊隐身符可非同小可，只要使用怕是尊者境也难以察觉。莫说金石王族族长在暗中等着楚风离开鬼宗殿，就算他就明晃晃的站在鬼宗殿的正门口等着楚风，他也逮不到楚风，因为至尊隐身符将瞒过他的眼睛。
一番闲聊之后，鬼宗店店主便亲自给楚风结算了。此次在这拍卖大会的买卖，楚风此次不仅卖出去了剑王之城的传承秘籍，同时也卖掉了不少宝贝，甚至就连3朵没有任何用处的花朵都卖出了天价。他可谓是收获颇丰。如今说楚风是富可敌国也不为过。前辈，这仙武石的数量不对，可是拿到仙武石后，楚风却是一愣，有何不对？鬼宗店店主问道。多了，佣金你并没有抽取。楚风说道。哈哈，楚风小友，我说过我是真心想要结交你的，所以这佣金就免了吧。鬼宗店店主笑道。一定要收下。楚风说话间取出了一部分仙武石，收入到一个空的乾坤袋内，递给了鬼宗店店主。楚风小友，真的不必了。鬼宗店店主自然不肯接受。收下吧，若拿我当朋友，便请前辈收下，因为我楚风也是真心想与您结交的。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鬼宗店店主愣了一下，随后他竟然笑了。这一次他笑得很是欣然，最终并未多说什么，反而就这样接受了。因为他看出来了，楚风脾气很倔，怕是他不接受都是不行。前辈，那灵兽秘宝图真的被拍走了？楚风问道。其实在楚风来此之前，他就注意到下方那位身穿灰袍的神秘人已经跟着鬼宗殿的长老离开了拍卖场，所以楚风觉得那个人应该是进行结算了。只是5000万颗仙武石，他真的拿得出来吗？说来也真是遇到了一个奇人。鬼宗殿店主感慨道。真的被拍走了？楚风问道。是啊，老实说，当时我也在拍卖大会现场，当有人出到5000万颗仙武石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此人乃是来捣乱的，所以我才命人前去找他。可我真是没想到，此人深藏不露，竟真的拿出了5000万颗仙武石。鬼宗殿店主说道。那前辈可知此人是谁？楚风问道。是谁？我不知晓，但一定是一位尊者境的存在。鬼宗殿店主说道。尊者境？楚风目光一动，他真是没想到参加一个拍卖大会，竟然遇到了2个尊者境的存在，而这2位还都是与楚风争夺灵兽秘宝图的人。一时之间，楚风忍不住感慨，看来真正的宝物当真抢手。以楚风现在的修为，连真仙境都不敢说是最强，武仙高手更是挥手间便可以将其灭杀。尊者境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想必这种存在在整个大千上界也是呼风唤雨一般的人物。但是因为灵兽秘宝图这种存在竟然都出现了，这足以证明灵兽秘宝图的价值。其实楚风小友没能拍下，倒也是一件好事。灵兽秘宝图的价值最多1000万颗仙武石，超过这个价格便是不值。鬼宗殿店主说道。他这话明显是在安慰楚风，毕竟楚风是竞拍失败了。对于鬼宗殿店主的安慰，楚风则是淡淡的笑了笑。在他的心中，灵兽秘宝图可是价值4000万颗仙武石的。倘若楚风小友对于这种宝贝很有兴趣，那日后老夫会为你留意，若是有合适的，我定会联系你。鬼宗殿店主说道。若是这样，那就有劳前辈了。对于鬼宗殿店主的这个提议，楚风并未拒绝，毕竟若真的能够寻得类似的宝物，那也就等于是获得了一个机遇。楚风最不想错过的就是这种机遇。店主大人。可就在这时，店门外忽然响起一道呼声，那声音很是小心翼翼，但却藏着浓烈的紧张之意。发生何事了？隔着店门，鬼宗殿店主问道。店主大人，出大事了。店门外的那位长老说道。何事？鬼宗殿店主问道。店主大人，是幻梦血莲花出现了。店门外的长老说道。幻梦血莲花在何处？鬼宗殿店主问道。而此刻，楚风也是注意到，当鬼宗殿店主听到幻梦血莲花这5个字之后，脸上涌现出了明显的变化。就在外面，那位长老说道。听得此话，鬼宗殿店主赶忙将目光投向外面。见状，楚风也是将目光投了过去。尽管这座宫殿被加持了特殊的结界，从外面向内观察，哪怕楚风的天眼也是看不穿。可是若是从宫殿内向外观看，只要使用特殊的穿透手段，却是可以看得见。眼下在楚风的天眼之下，所有墙壁都随之消失，楚风的目光已然可以看到鬼宗殿外面的情况。在鬼宗殿之外的西北方向，已是人山人海，天上地下四处都是人影，并且眼下还不多有人快速的向那个方向汇集而去。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聚集在那里，乃是因为在那虚空之上出现了一朵莲花。这朵莲花不是特别的大，它的横面体积大概在39米左右。老实说，那么大的虚空之上，这样一个物体出现，本是非常不起眼的。可是这朵莲花能够如此引人瞩目，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朵莲花并没有闪烁一丝光华，但是它却是血红之色，非常的鲜艳，就如同鲜血染成的一般。阳光的照射之下，一眼望去，竟然有些刺眼。而眼下这朵莲花含苞待放，蠢蠢欲动，似乎马上就要绽放开来。看众人那期待的目光和雀跃的模样，似乎都在等待着这朵莲花绽放的一刻。真的是幻梦血莲花。这幻梦血莲花消失100年，如今居然再度出现，竟然还出现在了我鬼宗殿的门外。莫非这真的是巧合不成？此刻鬼宗殿店主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莫名的兴奋之色，并且说完此话，鬼宗殿店主还特意看了楚风一眼，那种目光可谓是意味深长。前辈，这幻梦血莲花是为何物？楚风好奇地问道。幻梦血莲花乃是一件奇物，首次出现于10万年前。这幻梦血莲花每次绽放，在它的中心区域都会出现一件至宝。鬼宗殿店主说道。难怪人们那么期待这幻梦血莲花的绽放，原来是冲着那至宝来的。楚风笑着说道。是啊，人们都是为至宝而来，这幻梦血莲花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它绽放后究竟会出现怎样的至宝。不过这幻梦血莲花的至宝却也不是那么好得到的。当幻梦血莲花绽放的同时，还会释放出一种迷雾，靠近一定范围便会被那迷雾所迷惑，进入迷雾便进入了幻阵，
唯有通过幻阵的考验，才能安然靠近那迷雾，否则轻则重伤，重则毙命。鬼宗殿殿主说道：“这个范围是1000米之内。”楚风问道：“因为他注意到，人们虽然对那幻梦雪莲花跃跃欲试，但却也都有意的与那幻梦雪莲花保持了距离。这个距离正是1000米，正是1000米之内，便是那迷雾的距离。”鬼宗殿殿主说道。话罢，又说道：“走吧，楚风小友，我们一起出去看看。放心，有我在，那金石王族族长也不敢对付你。”随后，楚风便与鬼宗殿殿主走到了鬼宗殿的城墙之上。不过，鬼宗殿殿主却并未与楚风暴露真身，而是隐身状态。快看，那幻梦血莲花将要绽放了！忽然，有人惊呼起来。下一刻，人群都为之沸腾。眼下，那幻梦血莲花开始释放出淡淡的血雾，伴随着血雾的释放，那莲花的花瓣也是开始向外开展。这血雾好是诡异！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他竟从那血雾之中闻到了浓浓的血腥之气。相传，幻梦血莲花之所以叫做幻梦血莲花，正是因为它是由修武者的血炼就而成，这血雾正是修武者之血，所以才会有如此浓烈的血腥之气。鬼宗殿殿主说道。很快的，幻梦血莲花已然彻底绽放开来。在那幻梦血莲花彻底绽放之后，那血色的雾气也是充斥到1000米之内。这一刻，人们都吓得向后退去，生怕被那血色雾气所牵连。但是，随着血色雾气的扩散，那幻梦血莲花的中心区域却是出现了一把血红色的匕首，那是一件仙兵，品质谈不上绝品，但却也是极品之物。仙兵是仙兵啊！这一刻，人群早就骚动起来，更是有胆大者直接冲向了那幻梦血莲花。可是那些人刚刚冲进血雾，肉身竟爆炸开来，只见着他们身上的宝物还飘在血雾之中，但是他们却已然消失不见，死了。死后连个全尸都没有，与那血雾融为了一体。但是最诡异的是，他们遗留下的宝物却飘向了幻梦血莲花，最终竟然被幻梦血莲花所吸收。该不会这幻梦血莲花的宝物就是这么来的吧？楚风对鬼宗殿殿主问道。相传这幻梦血莲花所展现的宝物的确是从他人身上掠夺来的。鬼宗殿殿主说道。还真是诡异，自己的猜测得到确认，楚风越发觉得这幻梦血莲花很是危险。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不是传说只要进入血色雾气就会进入幻阵吗？这怎么直接就死了？而这一刻，人群之中早已乱成一团，许多人一脸恐慌与后怕。他们先前差一点就冲向了幻梦血莲花，可是还好没过去，要是真过去了，他们怕是也已经死了。愚钝啊！你们没看到幻梦血莲花的花瓣吗？那样的提示你们都不知道，还敢抢幻梦血莲花的宝物？就在此刻，一位年迈的老者高声说道，他的语气之中更是有着浓烈的讽刺之意。老者此话一出，人们也都是将目光凝聚在幻梦血莲花的花瓣之上，包括楚风也是如此。楚风注意到，幻梦血莲花虽然不是特别的大，可却有着上千朵花瓣，大部分花瓣并无异样，但是其中一朵花瓣却散发着淡淡的光华，这似乎真的是某种提示。而事实上，当看清淡淡之后，慕容寻、慕容婉、亚飞三人已经被彻底惊呆了。根据他们的阅历，一眼就可以看出淡淡的来历很不简单。第一想法是来自魔灵界，毕竟那种阴暗的气息与魔灵界很像。可是很快的，他们便排除了这一想法，因为淡淡的气息不过是2品5军。可是刚刚哪怕亚飞与慕容婉也完全没有与淡淡抗衡的能力，魔灵界的界灵绝对不可能这么强，所以他们最终觉得淡淡很有可能是来自修罗灵界的界灵。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世间竟然会有这么美艳的界灵。莫说是慕容婉，哪怕是洞亚飞此刻也是黯然失色，对于淡淡的美貌不由得心生嫉妒。至于那慕容寻，就更是面容微变，尽管他掩藏得很深，但是楚风已是能够看出这个家伙的目光已是开始不安分的向淡淡那羽裙下雪白而笔直的美腿扫去，并且来回飘荡在淡淡那绝美的脸蛋以及玲珑的娇躯傲人的酥胸之上。傻子都能看出这慕容寻在打核算盘。此子果然如楚风所说一般，是一个爱美心切的大色魔。但是除去他那色眯眯的目光外，楚风还察觉到了2样东西，那便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嫉妒与愤怒。这种嫉妒与愤怒并非是对淡淡，而是对他。显然这慕容寻因为楚风能拥有这样的界灵而感到不满了。难怪你小子这般嚣张，竟敢公然与我诛仙群岛作对，原来是与修罗灵界的界灵缔结了契约。慕容寻话中嫉妒之意十足，说话之间再度看向淡淡，说道：不过可惜啊，姑娘，你选错人了，这个无情可没有资格做你的主人。本女王选谁做主人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评判。难道说他不够格？你够格吗？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连给本女王提鞋的资格都不配，就更别说与我主人相提并论了。淡淡很是不屑的道。听得此话，慕容寻顿时面容大变。你什么？你别以为你现在的修为高，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都30好几的人了，才区5军境你也值得自负，井底之蛙而已，你也只能在这里寻找一下优越感。但本女王可以告诉你，正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别以为你在这里厉害就是真的厉害，在这天地间的某处，有无数位年龄比你小上许多之人，都可以随便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淡淡小嘴一撇，话语非常凌厉，不但表现出了自己对慕容寻的不屑与看不起，更是将他深深的侮辱与贬低。而身为诛仙群岛的少岛主，被誉为东方海域第一天才的慕容寻，竟当着自己未婚妻与亲生妹妹的面这样被人侮辱，哪怕他再能忍，此刻情绪也是不免有些失控。慕容寻怒极反笑，随后很是不爽的道：真是有其主就有其仆，主子够嚣张，这仆人更是够张狂。按照你所说，我慕容寻就是一个废物哥。哼，并非我自负，但是我可以清楚的告诉你，就算是在那5之圣土，以我慕容寻的资质，也定然可以成为一代人物。
5只圣土，你也最多就知道那5只圣土了。都说你是坐井观天了，你还不信？小蛤蟆，这片天地大道超乎你的想象哟。本女王不与你多说，否则怕会吓哭你。淡淡轻蔑一笑，那双美眸之中闪烁的尽是对慕容寻的轻视。的确，在淡淡的眼中，慕容寻这种货色也的确不值一提，真是好大的口气。不过是区区一只界灵而已，还真拿自己当成1号人物了不成？来自修罗灵界又如何？对付你根本不用我亲自出手，我的界灵就可以将你收拾得服服帖帖。怒了，慕容寻彻底被淡淡激怒了。他意念一动，足足20道结界大门便在他的身旁两侧一一张开，紧随其后20道高达3米的身影也是纷纷踏出。这是界灵，20只6品5军的界灵，他们的样貌有些特殊，外貌似人，但体型却比人类高大一些，并且长着尖尖的耳朵，有着蓝色的眼睛和黄色的长发。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些界灵的气息很强，甚至远超过同等境界的人类，比兽灵界与鬼灵界的界灵皆要更胜一筹。精灵界依然是不入流的货色，看着那群界灵后，淡淡的嘴角的不屑反而浓郁了几分。身为修罗灵界的界灵，几乎连仙灵界、魔灵界甚至佛灵界的界灵都不被他放在眼中，又何况是这精灵界的界灵？嘿嘿，竟然真的是修罗灵界的界灵。素问修罗灵界高傲自大，不将所有灵界的界灵放在眼中，自认为是7界之王。今日我倒是要看看修罗灵界的界灵究竟有多了不起。在淡淡审视他们的同时，那些界灵也在打量着淡淡，确定淡淡只是2品5军的修为后，一个个便有恃无恐，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一群废物，一起来，免得本女王逐一解决，太过麻烦。哪怕是20只6品5军的界灵，淡淡也依然不惧。果然是好大的口气，今日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只来自修罗灵界的小娘们儿。突然之间，20只界灵暴掠而起，一同出手了。他们体内散发出绿色的幽光，使得本就强悍的他们更为恐怖，眨眼间便与淡淡交战在了一处。但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并且实力强劲，可是淡淡却并未落入下风。乌熬黑色的气焰宛如恶魔所化，遮天蔽日间，跟随淡淡的意念变化，根本没有防守的动作，尽是凶猛的攻势。这种情况下，那先前还自信满满，以为可以凭借境界的差距打压一下淡淡的精灵界界灵，全部傻眼了。因为一开始他们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只能手无法攻，已是陷入了劣势。淡淡不但以1敌10，更是以2品战6品，并且取得了压制性的局面。这便是修罗灵界的界灵吗？未免也太强大了。见到这一幕，亚飞雨慕容婉的小脸紧绷，美眸不断闪动，深深被淡淡的强大所震撼到。这等强大的战力，简直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是之前所不敢想象的。修罗灵界，这一刻，哪怕是自负的慕容寻也是眉头紧皱，眼中闪烁着阴冷而嫉妒的目光，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为何唯有修罗灵界的界灵被誉为传说。这道声音一经响起，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几乎在同一时间都将目光投射而去。零点更新最快，那些事。而这一看，人们顿时大喜，他们惊愕地发现，在鬼宗殿的大门口站着多道身影，而为首的乃是一群小辈。可是这群小辈却并非凡辈，莫说楚世天族的天才和星陨圣地的弟子，就连楚若诗、楚灵溪、楚环宇、宋云飞、任逍遥这种大名鼎鼎的天才，竟然也都在。这拍卖大会竟然有这么多妖孽级别的小辈在场，看来今日是有好戏看了呀！惊讶过后，人们的脸上竟然涌现出了兴奋之色。这么多小辈都在场，在他们看来，就算今日这幻梦血莲花只针对小辈绽放，可是却也难不住他们了。而这么多小辈，若是能够全部去夺取那幻梦血莲花内的宝物的话，那也就等于这是一场无形的比试，哪怕是幻境，可谁能够率先破解，却也证明了他的能力。众人怎能不期待？怎么不见楚风少侠呀？可是很快的，却有人发出疑问，因为他们仔细扫视一圈，却并未在那众多小辈之中发现楚风的身影。是啊，楚风少侠呢？下一刻，那天上地下的人海之中不断传来这样的声音，无论是从声音还是从面容上都看得出来，人们因为未能寻到楚风而感到遗憾。遗憾，当然遗憾。在场的小辈有当今大千上界最强的几个小辈之一，这毋庸置疑。可是若论当今大千上界小辈之中谁的势头最强横，那却是楚风莫属。今日这么多小辈天才在此，甚至就连楚若诗和宋云飞这2位妖孽榜第1位的接班人都同时出现了。若是楚风不能出现，不能与他们一较高下，这对于人们来说自然是一种遗憾。楚风他不会来了。就在这时，任逍遥发出一声冷笑，而有眼尖之人还注意到，这任逍遥笑的是那样的轻蔑与嘲讽。任逍遥少侠，楚风少侠，他为何不会来了？好奇之下，有人问道：楚风啊，他不自量力，惹了不该惹的人，拍卖大会还没结束就跑了，现在的他怕是已经在逃脱的路上了吧？任逍遥说道。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任逍遥此话一出，简直如同平地惊雷炸响，顿时让众人感到惊讶不已。传闻那种楚风不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吗？今日怎么被人吓成了这个样子？若此事属实，那么那个将楚风吓跑的人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啊？任逍遥小友，你莫要信口雌黄，谁不知楚风小友向来天不怕地不怕，有谁能够将他吓走？人群中一位修为心直口快的老者有些讥讽地说道。这位老者不属于任何势力，并且修为在5仙境界，虽然只是1品5仙，可是实力却已是在所有小辈之上，再加上他曾亲眼见识过楚风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对楚风是非常看好的。今日见到任逍遥趁着楚风不在这样羞辱于楚风，他才开口。哼，你的意思是我说谎？若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大家，那楚风是不是被人吓的？
拍卖会还未结束，就提前离场了。任逍遥说道。话罢，他还看向宋云飞，说道：“宋兄，你说是不是？”嗨嗨，这一刻，宋云飞轻咳2声，随后说道：“楚风是不是逃了？我并不知晓，但是任兄所言却也属实。楚风兄弟，他的确是惹到了一个大人物，并且也的确是在拍卖大会压轴拍卖品即将登场的时候，便匆忙离场了。”宋云飞这番话虽然并未明确说楚风是得罪了人，从而逃脱，可是他的话中之意却也正是如此。这一刻，人群又乱成了一团，人们都很是惊讶。毕竟宋云飞的话，相比于任逍遥，可就有分量的多了。想不到楚风少侠竟是这样的人，不是传闻，他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惹。看来传闻不可信啊，或者说他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一时之间，许多人对楚风的好感开始下降，只有少部分人怀疑宋云飞和任逍遥的话是真是假。这件事，我们在场的都可以证明。就在此刻，楚氏天族的楚桓宇竟然也开口了。对，我们可以证明，楚桓宇这一开口，楚氏天族在场的小辈之中，除了楚灵溪和楚若诗，几乎全部纷纷附和。毕竟楚桓宇在楚氏天族的小辈之中也是非常具备号召力的，连楚桓宇少爷都这么说了，那就一定是真的了。楚桓宇以及楚氏天族众小辈这一开口，人们更是觉得此事已是板上钉钉，一时之间对楚风的印象再度降低了几分。真是想不到，提前离场竟能被人说成是落荒而逃。就算我曾得罪过诸位，也不必这样抹黑我楚风吧。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自鬼宗殿的城墙上响起。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几道身影也是浮现而出，是楚风、鬼宗殿殿主、新义长老以及夏雨儿。楚风是楚风少侠，他不就在那里，哪里是逃了呀？看到楚风，人们倍感吃惊，一时之间，天上地下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宋云飞和任逍遥等人。人家楚风明明就在鬼宗殿，并且还和鬼宗殿殿主、新义长老这等大人物在一起，哪里是逃了？而听楚风的话，他们之间还有过节，抹黑？这不是抹黑，这是什么？此刻，人们不仅对楚风的好感再度回升，反而是对宋云飞和任逍遥的好感下降了不少。当然，也包括楚桓宇和楚氏天族小辈。可是转念一想，楚风和宋云飞以及任逍遥有摩擦，他们倒是有所耳闻。只是楚风又是何事与楚桓宇和楚氏天族小辈有了不愉快呢？宋云飞和任逍遥，我只想说，对赌这种事，你们若赌不起，以后便不要再与我楚风赌，免得输了之后心生怨念，从而四处抹黑我楚风。楚风对宋云飞和任逍遥说道：“原来如此，原来是对赌输给了楚风，难怪抹黑楚风。”人们得知真相后，却又看向楚桓宇，想知道楚风和楚桓宇又有什么过节。而此刻，楚风也是看向了楚桓宇，至于你们，我与你似乎并无过节，又何以要抹黑于我？此话一出，人们大惊，竟然没有过节。哼，抹黑。可是对于楚风之话，楚桓宇却是冷笑一声，随后对楚风问道：“赢了金石王族小皇子1000万颗仙武石的，可是你？什么？金石王族小皇子？楚风赢了他1000万颗仙武石，这是什么情况？这该不会是真的吧？”楚桓宇此话一出，震惊的则是在场之人，他们一直好奇楚风究竟得罪了谁。可是楚桓宇这一番话却是告诉了他们答案，那人竟然是金石王族的人，并且不是普通的少爷公子，而是小皇子。金石王族是何方神圣，在场之中自然有人清楚，那可是一方上界霸主，是和楚氏天族同一个级别的庞然大物。而金石王族的小皇子更是金石王族族长的亲生儿子，那身份2个字便可形容超然。这种级别的存在，莫说是一般人，就算是有着一定身份和实力的人，也是不敢得罪啊。只是此话乃是楚桓宇所说，人们震惊归震惊，同时却也有着一丝怀疑，毕竟是真是假，他们也是无法确定。因此楚桓宇此话说完，人们便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楚风很是平静地说出了2个字：是我，真的是他。楚风他真的赢了金石王族小皇子1000万颗仙武石，我的天啊，1000万颗仙武石，那起步就是1000件仙兵。真相得以确认，人们脸上的震惊顿时浓郁了几分，心中暗想，楚风的无法无天还真是名不虚传。想到这里，对楚风也是心生敬佩，尤其是小辈对楚风已非简单的敬佩，那简直就是崇拜了。那些小辈中的女子们，甚至此刻看楚风的目光都完全变了，简直恨不得以身相许而不求回报。拍卖场上参与竞拍，逼得金石王族族长立场的可是你。楚桓宇再度说道：是我。楚风果断应道。而楚风此话一出，人们脸上的震惊之色则更加浓郁了。搞了半天，楚风不仅得罪了金石王族的小皇子，就连金石王族最恐怖的存在金石王族的族长都给得罪了。震惊增加之际，竞配也是随之增加。竞拍物品竟然把金石王族族长给逼走，这已经不是胆大的问题，而是楚风真的具备一定实力啊！至少楚风的财力很强。拍卖大会尚未结束，提前离场的人可是你？楚桓宇再度问道。是我。对于此话，楚风依旧爽快回答。只是他又问道：怎么了？我提前离场就能证明是我害怕被报复，所以逃脱了？我若害怕，那我一开始便不会与金石王族的小皇子对赌，更不会在赢了小皇子后又与其父亲竞拍。那你为何匆匆离场？楚桓宇问道。我只不过是对接下来拍卖的物品不感兴趣，仅此而已。楚风说道。哼，谁信？楚桓宇冷然一笑，他坚定地认为楚风就是因恐慌而脱逃。楚风小有所言，老夫可以作证。就在此刻，鬼宗殿殿主忽然开口，面对众人说道：楚风小友离开拍卖场后，便直接找到我鬼宗殿之人，
兑换物品，从始至终，他的脸上都没有一丝慌张，那可不像是惧怕谁的样子。他这一说，人们对楚风更是信服，同时也更加确定宋云飞、任逍遥是在故意抹黑楚风。当然，这也包括了楚怀宇。只是对于鬼宗殿殿主的作证，楚怀宇却依旧是冷笑一声，一脸的不以为然，就仿佛无论是楚风怎么说，或者是旁人怎么说，他都无所谓一样。见此情形，夏雨儿竟然忽然开口说道：“其实我与新一长老是和楚风公子是一同离场的，若是提前离场，就是代表心虚和惧怕什么的话，那岂不是说我与新一长老也惧怕什么？只是我们似乎谁也没有得罪。”夏雨儿此话一出，人群之中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连夏雨儿都这么说了，那就更加证明宋云飞他们是在抹黑楚风了呀。毕竟夏雨儿可是星陨圣地的人啊，他有什么理由帮着楚风去指责宋云飞？那就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他正气凛然，只说事实；第二种可能就是他倾心于楚风，所以宁愿对其师兄不利，也要站在楚风这一边。而这两种可能，人们更愿意相信前者，毕竟星陨圣地的圣女宛如仙子一般，她动凡心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但不管怎么说，夏雨儿的这一番话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鬼宗殿殿主，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只因为她是星陨圣地的圣女，却说出了对星陨圣地甚至不利的话。旁人看的是热闹，震惊也好，敬佩也罢，或者是比弃谁也好，终究只是旁观者。可是身在其中的宋云飞倾心于夏雨儿是宋云飞，觉得夏雨儿是自己未婚妻的宋云飞，当他听到夏雨儿这番话后，他的心里那简直就是翻江倒海，那简直就太不是滋味了。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的娘子跟别人跑了，并且还转身捅了他一刀一样，这实在是太让他难受了。所以此刻他的脸色已经彻底变了，变得非常的难看。快看，那幻梦血莲花的宝物被收回去了。就在此刻，忽然有人发出惊呼，定目一看，那原本绽放的幻梦血莲花竟然已经聚拢了起来。只不过别看那幻梦血莲花的花瓣聚拢在了一起，将那原本展现而出的宝物收了起来，但是幻梦血莲花散发的血雾却并没有消散。就在人们不解之际，幻梦血莲花竟然再度绽放。这一次，幻梦血莲花的中心不再是血红色的匕首，而是一把黑色的大刀。这把刀同样是一件仙兵，但是品质比之前的那把血红色匕首却要强了许多。这是一件绝品仙兵，是能与楚风的剑道仙功相媲美的仙兵。因此当这件仙兵展现之后，人们的目光都变了，毕竟那可是仙兵中的绝品，价值上千万颗仙武石的宝贝啊！只不过在众人的目光被那绝品仙兵吸引而感到兴奋之际，楚风的眉头却是皱得更深了。他发现这一次幻梦血莲花绽放，那血雾变得更浓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楚风在那血雾之中感受到了非常危险的气息，那种感觉是在提醒楚风一定不要靠近这幻梦血莲花，太诡异了。楚风暗道，